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30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2023年会不会来一波小牛市的上涨？因为也是有看到一些消息，有两个国家在争抢要把比特币作为他们的一个法定货币，会不会有可能在2023年的某一个时间点？包括这两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，整个22年的熊市，它这个矿工挖矿成本自跌破0.25的时候，昨天跟前天的视频有跟大家提到。它跟2018年的位置是非常的像，包括目前的每千瓦时是在0.122附近，跟2018年的当时一个底部也是在0.122附近。那现在整个时间是不是还差100天？昨天的视频跟前天的视频一直在跟大家提这个重点。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猜测一下，如果我们利用其他的指标，比如说哈根阿西指标，或者是周线跟月线里面的其他一些指标，有没有可能在明年的某一个节点，比特币会不会来一波上涨的行情？那至于短线的这个位置，昨天比特币是收了一根拇指线的多方抵抗，要怎么来观察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币安 OK 返用20%，或者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千人的身份认证，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。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一根 K 线，它现在是收了一个相对不算很强的多方抵抗的拇指 K 线。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？昨天我有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在1个小时里面的 K 线图。当时是有跟大家提到，它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，其实有主力在这个位置要反上去，因为当时这一根 K 线都涨到这个16800附近啊，就是这一个区间，但是又压了回来。所以昨天视频我在盘中是有提到，压回来再破位，你可以去占主力的便宜。因为昨天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情况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一根 K 线是不是最大的一个量呢？它既然能反到这一个接近开盘价附近，那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去占主力的便宜。怎么占？就是有低点去占，有低点去占。最终来看的话，现在是已经反到了这一个上方。那现在目前的区间其实在这个位置震荡，1个小时你要观察的 K 线组是这一根，因为它是这一根把这个开盘价附近给它突破了，突破现在其实都还是在震荡。至于震荡的目的，我们就尽量看4个小时。昨天有提到的一些重点，4个小时里面目前的均线，这一个60MA 跟250MA， 它短线是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啊。有可能现在在震荡，主要是20MA 压在头上，在这一根啊，还有1天左右，你去观察一下，有可能周六跟周日也不一定会有大幅波动的行情，有可能还是在横向震荡。其实，日线级别已经可能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现在是这个位置有一根多方吞噬，最明显的一个支撑位，这个位置或者是接近这一个位置的一根多方吞噬。就是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16200美金，它这个开盘价附近，其实很接近这个区间啊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双脚确认？那短期到底是在干嘛？我也是讲了几天，当时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，可能欧美那边的很多散户就是追在这种高位。那现在主力会不会再往下崩？我的观点是不同啊，不一定会往下崩，它有可能就是还是在这个整个区间。或者是强一点的话，这整个区间的上沿，然后下去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在下沿来整理？我的观点是也不一定啊，有可能是在这个上沿来震荡。它在这整个区间洗盘，目的为了什么？就是要把前面在这个位置追高的一些散户，在这个位置给它横向来洗下车。为什么迟迟不赶快往下破？就是因为这个区间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啊。那时间要整理到什么时候？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昨天跟前天是一直在提，有没有可能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个哈根阿西指标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它这一波熊市这个哈根阿西的 K 线走了有几个，我们可以把周线里面的所有价格给它关掉，如果单单只看这个哈根阿西指标，有没有明显看出来，它每一根 K 线在前面高位的时候下跌都是实体非常的大，然后现在来到末端的时候，现在实体是有一点在缩小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种 K 线来观察它的时间，比如说从这一个红 K 线放出来的时候到这一个低档的位置，现在是52个。那历史上比特币的熊市，像这种这么
极大的一个空头走势，根本就没有放绿 K 线的走势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到底放了几个。18年到整个19年的底部是56根哦，所以现在是52根，有没有可能接近56根或者60根的位置，比特币会不会来一根上涨的突破？那我们要观察它之前在19年的时候，它上涨突破，后面是怎么突破的？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关掉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它其实一般在接近末端变盘的位置，在这种位置变盘的一根 K 线，它都是类似接近十字星的一根 K 线。那我们要把价格图开起来看一下，如果是等到这种接近十字星 K 线的变盘位置，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它这一根 K 线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，就是这整个底部区间都已经脱离了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是，不排除这个位置目前还是在横向。自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以后，这个位置是一直在横向，也不想往下破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不排除有可能横向到位。如果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，到底会不会处理好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啊。斐济这一个国家，它现在也是选举出一个支持比特币的总理，这个什么拉布卡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一则消息是汤加贵族和前汤加议会的议员，他是在推特上面分享了来自邻国的消息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提到一个重点啊，就是有可能两个太平洋岛国在2023年有可能会出两个比特币作为法币的一个法案。那至于到底会哪一个国家领先，至少有看到一些国家是不断的在拥护这个比特币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也不排除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，比特币如果在这个位置底部真的跌不下去，有没有可能它来一根上涨，然后这一个哈格阿西指标，它会不会从红色的 K 线图转为绿色的 K 线图？那有没有可能一波上涨以后，然后看会不会再压回，压的甚至能不能再重新压到2万附近，然后看再来一波牛市的行情哦。那至于时间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个月线里面的 WR 指标、威廉指标。威廉指标之前有跟大家也是有提到过，就是它这一个白色跟黄色的这个威廉指标，也是事隔4年才有这么一次来到这一个80上方最弱势的一个弱势区哦。19年的时候，18年这个位置也是来到这个80上方。那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14年的这个时间哦，我们这一次以这一条黄色的 WR 指标，它自进入80上方后面是横向了多久？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拉一条过去，这个位置在78，那后面是在87的位置是在这一根哦。我们时间拉过去观察，它后面是重新回到80下方的时候是在9根哦，接近10根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现在的一个走势，这一条黄色的 WR 指标已经来到80上方有几个月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是在这一根上去的，拉到目前的一个月份，现在已经是6根了。有没有可能1月份是第7根，然后2月份是第8根，3月份第9根？有没有可能在这边继续震荡个3个月？会不会到明年的4月份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定我们的 YouTube。